边章原名边允，凉州金城郡人士。要评价边章这个历史人物，我们需要从有限的史料中拼凑出他的形象。他的名字始终伴随着凉州之乱而记录于史册。这场动乱起始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爆发了为人熟知的黄巾之乱。我们来简单回顾下这场动乱。起义的首领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信奉黄老之学，一直以来利用符水治病救人。逐渐的，张角成为大量底层苦难百姓的心灵寄托。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几十万人，遍布大汉各州郡，尤其是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8州的百姓纷纷响应加入张角的太平道。由于信徒规模庞大，于是分成36方，每一方都各自设立渠帅，并且到处散播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农历2月，张角传令各方同时起兵。起义军头戴黄巾，被称为黄巾军。他们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劫掠城镇，州郡的官员无力抵抗，大小官吏大多逃亡。短短1个月之内，天下纷纷响应，各地的起义运动风起云涌，大有颠覆东汉政权的趋势。京城为之震动，于是中央紧急调动朝野内外全部的资源进行镇压，在以朱俊、黄甫松、卢植为首的政府军围剿之下，历经9个月，在当年农历11月，黄巾主力基本覆灭。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也以这个事件作为开端，展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更为三国鼎立埋下了伏笔。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样在该年的冬11月，西北爆发了凉州羌乱，这是与黄巾之乱几乎同时爆发的另一场重大危机。而边允，也就是边章，随着这次事变出现在了史书的记载中。东汉朝廷就是在这些动乱事件中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凉州之乱的记载出现在多处史料中，比如《典略》《后汉书·董卓传》《盖勋传》《孝陵帝纪》《献帝春秋》等等。不同文献的记载尽管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是核心情节上是一致的。不同史料之间可以互相补充调和，慢慢靠近历史的本来面貌。提到边章，通常会和另一个历史人物韩遂绑定在一起，他们都是出生于凉州金城郡。边章和韩遂都不是他们原本的名字，在叛乱之前，两人分别叫边允、韩约。他们都是凉州当地颇具声望的士人精英，并非普通的草莽武夫，而且都有在体制内担任文官职务。边章曾经是新安县令，后来担任督军从事。韩遂也记载有担任从事一职。他们的人生轨迹本该是饱读诗书，出仕为官，造福一方，然而历史的洪流将他们卷向另一条歧途。冬天11月，北地的仙陵羌人联合扶罕、河光两地的地方势力一同反叛，他们共同推举在黄中地区的义从胡、北宫伯玉和吕文侯为将军，并杀死了朝廷任命的护江校尉林真。这里的义从胡指的是归附汉朝、自愿为朝廷服役作战的少数民族部落和首领，而中央朝廷则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待遇和地位，然后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朝戍守边疆或参与征讨，可以将之理解为外籍军团或雇佣兵。这些凉州叛军们自知缺乏政治号召力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便将目标锁定在了当地名士边章和韩遂的身上。于是凉州义从宋建、王果等叛军假意向金城郡投降，请求约见边章和韩遂。此时他俩的名字还是边允、韩约，但韩约听闻后觉得事有蹊跷，不愿前往会见，但京城太守陈仪却力劝他们前去。结果王果等人果然扣押了韩约、边允等数十人作为人质，金城郡官府上下顿时阵脚大乱。太守陈仪被迫出城谈判，同样又被挟持到护羌营，不久叛军就将其杀害。之后他们释放了韩约、边允等人，然而陇西官府不加甄别，发布了海捕文书，直接将韩约、边允定性为叛军元凶，并悬赏1000金分1000户侯来求购他们的人头。韩约、边允在朝廷悬赏通缉的情况下，有家难归，有国难投，退路被彻底堵死，从被胁迫者到朝廷侵犯，这个转变使得他们再也无回头之日。为了活命，他俩不得不将本名边允改为边章，韩约改为韩遂。名字的改变也预示着他们与过去的自己那个忠诚良吏的身份彻底决裂，毅然投入反对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而叛军也非常倚重他们的能力和声望，专门让其掌管集团的军政事务。京城太守陈仪死后，他们便率领叛军立即攻打烧杀抢掠陇右的各郡县。
很快的，身为贼帅的边章带领着部队围攻陇右的另一个重要城池蓟城，将凉州刺史左仓围困于其中。左仓心生恐惧，急忙召唤此时驻军在阿阳县的凉州从事盖勋前来救援。盖勋率军抵达后，并未直接交战，而是斥责边章等人，质问他们背叛朝廷的罪行。而边章和叛军的回答充满了悲剧色彩。他们说道：“如果当初刺史左仓能听您的话，早点派兵威慑我们或许还能有机会改过自新。但如今我们的罪孽已经太过深重，再也无法回头了。”说完，史书记载，他们皆泣涕而去。这个眼泪仿佛是为他们无法挽回的命运而流，也是对这个逼他们走上绝路的朝廷最绝望的控诉。第二年，中平2年，公元185年春3月，边章行水北攻博玉，率领数万凉州骑兵入侵三府地区，也就是京畿要地。很快的，西北叛军的攻势逼近了汉朝皇室的陵园区，并以诛杀宦官作为起兵的名义。另一方面，朝廷迅速下诏，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作为左车骑将军皇甫嵩的副手出征讨伐。但是经过几个月的鏖战，皇甫嵩因作战无功被免职召回。而此时的边章行水等人势力更加强盛，入侵的范围越来越大。为了遏制叛军的势头，朝廷不得已又任命司空张温作为车骑将军来统领前线，执金玉袁庞作为他的副将，同时又任命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胜一起归张温指挥。随即集结各郡步骑兵共10余万，进军驻扎在右扶风的美阳县，以保卫皇家陵园。而与此同时，边章行水也同样进军至美阳，与朝廷军对峙。但是张温、董卓与他们交战却屡战不利，双方被迫进入相持阶段。11月的一天夜里，一团如火球般的流星从空中划过，光芒长达10余丈，照亮了整个边章行水的军营。军中的战马受到惊吓，全都嘶鸣起来。面对这个现象，西凉军皆认为这是不祥征兆，于是打算暂且撤回根据地金城郡。董卓听说后，顿感时机成熟，第二天就与右扶风人鲍宏等合兵一起进攻，结果大败敌军，斩首数千人。边章行水仓皇逃往狱中。张温见状，于是派遣周胜率领3万人进行追击。但此时在张温阵中担任参军事的孙坚劝说周胜道：“叛军的城中缺乏粮食，必定要从外面调拨。我孙坚愿意带领1万人去截断他们的运粮道路，而将军您率领大军随后接应。叛军必定会因缺乏粮食补给而不敢交战。如果他们逃到羌人的地界，我们就合力征讨。如此一来，凉州之乱就可以平定。”但很遗憾，周胜并没有采纳孙坚的意见。假设周胜依了孙坚的计策行事，凉州之乱很可能提前30多年就可以被平定。周胜一意孤行，包围狱中城，而边章行水则分兵驻守在夔源峡，反而切断了周胜的运粮道路。缺少了粮食补给，周胜心生恐惧，于是丢弃了车辆辎重，率军撤退。而与此同时，张温也派遣了董卓率领3万军队前去讨伐仙灵羌，但是董卓在万源以北被羌胡军队包围，导致粮食断绝，进退两难，情况十分危急。于是他在要渡过的河流上假装修筑堤坝，佯装捕鱼进行粮食补给，但是暗中率军从堤坝下通过。等全军完成渡河后，董卓便将堤坝破坏。等到敌军发现追来时，掘开的河道已经很深，阻止了敌军的通过。当时深入凉州作战的各路军队都战败撤退，唯独董卓全军毫发无损地返回，屯驻在右扶风。因此董卓被封为台乡侯，10亿1000户。中平3年，公元186年春天，朝廷派使者持节到长安，任命张温为太尉，在京城之外任命3公的这一举动，就是从张温开始的。同年冬天，朝廷征召张温回京城，张温的离开致使西凉叛军的军事压力顿时缓解了不少。然而西凉军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行水为了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清除旧的核心势力，于是杀害了边章、北宫博玉和李文侯，兼并了他们的军队，拥兵10余万，成为当时凉州地区独立于朝廷以外的势力最强大的军阀势力。不过关于边章的死，典略的记载是病逝，这与《后汉书·董卓传》的说法有所不同。边章死后，行水纵横凉州与三府地区，先后与马腾、马超联合，对中央朝廷造成了持续的压力。后期曹操派夏侯渊多次围剿行水势力，直到公元215年，行水去世，他的余部将其首级送给了曹操以示归顺。由此，持续30多年的凉州之乱和其衍生而来的军事集团才最终被消灭。边章的事迹结束得很突然，
在历史的舞台上，他如同白驹过隙，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他没有像他的同伙韩遂那样成为纵横西北30年的枭雄，他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一个在东汉末年黑暗政治下被暴力绑架、被制度抛弃、被时代碾碎的世人的缩影。他并未主动选择造访，却一步步被叛军、昏官以及僵化的朝廷共同推向了对立面。最后，各位觉得，如果当初朝廷的海捕文书尊重史实，没有无端将边章、韩遂列为叛乱的元凶，那么他俩的命运乃至整个凉州的历史会不会被彻底改写呢？本期人物介绍就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